明光宗朱常洛和崇祯帝朱由检这对父子可真都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倒霉蛋。朱由检的人生悲剧在于当了接盘侠，被自己哥哥和老天爷一起坑了，而只做了1个月皇帝的朱常洛，他的人生悲剧却完全是由人祸而导致的。著名的晚明3大疑案全部直接或间接的与他有关。后人有种说法，说如果朱常洛不死，明朝就不会灭亡。当然，这种永远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马后炮，我们是身经百战，见得多了。不过我们也得承认，明光宗在位时间虽短，但从历史材料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位皇帝还是有点潜力的。朱常洛被立为太子的过程，可谓艰难曲折而又漫长。朱常洛的母亲不是万历皇帝的妃子，而是皇太后宫中的一名宫女王氏。在古代，孝道是非常严格的。儿子对于母亲的侍女态度轻佻，也会被认为是对母亲不尊重的表现。万历皇帝临幸王氏，本来也是一时兴起，事后仔细想想，便觉得此事不妥，于是不肯承认了。谁知道王氏竟然就这么怀了身孕。皇太后找儿子对质的时候，万历皇帝本来还矢口否认，直到母亲把起居注拿给他看，他才不得已认下了。太后倒也没生气，她想抱孙子很久了，再加上太后自己也是宫女出身，看见这个宫女王氏，难免有些误伤其类的感触。王氏也没有辜负她的期望，真的生了一个儿子，就是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虽然万历皇帝不喜欢朱常洛，但是他的原配皇后只生了一个女儿，因此在朝臣眼中，朱常洛就是最名正言顺的太子人选。但是万历皇帝不乐意了，他有个宠妃郑贵妃，就在王氏之后1年生了儿子。有时候一落后就是一辈子。由于万历还有个皇后，郑贵妃也没法顶替皇后上位，于是在2个儿子都是庶子的情况下，按轮序自然该是朱常洛为太子。郑贵妃不甘心，万历皇帝也不高兴，他想立心爱女人的儿子为太子，于是万历皇帝就和朝臣展开了长达15年的对峙。申时行、王希爵等一众内阁首辅换来换去，每个人都不厌其烦地劝万历早立太子，直接把本就叛逆的小皇帝劝自闭了。从此不仅拒绝上朝，连国事都不过问了。从这个出身上来说，就注定了朱常洛不会受到父亲万历皇帝的喜爱。为了不立太子，万历皇帝一开始采取的是拖延大法，先是拖到朱常洛5岁，又拖到15岁，最后拖到20岁。朝臣不断上书，最终皇帝迫于压力，不得不立朱常洛为太子。皇帝与朝臣之间的矛盾，也最终以皇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而告一段落。只是太子虽立，地位却不稳固。太监一向是最会趋炎附势、踩高捧低的人群。朱常洛出阁读书的时候，太监们为了巴结郑贵妃和皇三子朱常洵，连火都不给朱常洛生。直到为朱常洛讲课的老师郭正玉怒斥，太监们才给太子生火取暖。而被封王的朱常洵本来早该离开京城去往封地就范，但这对母子仍不甘心，继续留在京城，暗中寻找机会。直到朝臣再次忍无可忍，多次上书要求朱常洵前往封地，才终于把这个最大的不安定因素给赶出了京城。但局势并未就此平静下来，很快一场更大的闹剧上演。后世把这件事放入晚明3大悬案之中，称为挺击案。万历43年5月初4的黄昏，一名男子手持木棍闯进太子寝宫，击伤数人，最终被侍卫制服。这场挺击案当真是闻所未闻，一名外地来的庶人竟然能在皇宫中长驱直入，打伤数人。经过刑部的一番记忆恢复术，犯人张叉最终交代是郑贵妃手下的2名太监指示的。这么一看，挺击案发生的时间更是耐人寻味。之前无论郑贵妃再怎么闹腾，只要有王皇后在，她就当不了皇后；有李太后当太子朱常洛的保护伞，她也不敢乱来。但挺击案发生了万历43年1615年，是李太后去世的次年。后世对于此案基本有2个观点：一，张叉就是郑贵妃派来的；二，这是朱常洛的一场苦肉计。无论真相是哪一种，后续的发展似乎都能证明朱常洛的谋略能力并不一般。这是因为郑贵妃与太子和解了。当张叉咬出郑贵妃手下的太监时，郑贵妃慌了，满朝大臣也都沉不住气了。一些大臣支持郑贵妃，
仍认为张叉是个一无所知的疯子。就连当时的内阁首辅方从哲也有意巴结郑贵妃，不愿把事情闹大。还有一些大臣认为这是水很深，必有幕后主使。按照大明无论发生什么都能演变成党争的定律，这一次也毫不例外成了党派相互攻讦的战场。郑贵妃到底是万历的小心肝，她见朝中大臣气势汹汹，就请万历为她做主。万历叹息道：朝廷的议论难以化解，如果让太子出面，这件事可能还有解决的办法。郑贵妃听从万历的建议，亲自去找老实人朱常洛，一见面就下拜，吓得太子也急忙回拜。两个人一边说话一边拜。郑贵妃向太子哭诉自己受的委屈，请朱常洛救救她。朱常洛心一软，让东宫太监王安拟一道令，要群臣勿再纠缠，将凶手张叉就地正法即可。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最后还是万历亲自出马，化解两派的矛盾。代政多年的万历一反常态地把太子、3个皇孙和群臣召来。万历拉着太子的手说：我这个儿子很孝顺，我也喜爱他，他如今已长大成人，朕怎会有别有意图？况且福王如今已前往他的封地，距离这里也有上千里。一番情意绵绵的告白后，万历对太子说：你有什么话尽管对大臣们说。万历对立储有意见，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可如今他却在百官面前表演了一出父慈子孝的好戏。太子见父亲都表态了，也很懂事，再次对在场的人说：张叉不过是个疯子，速速处决就好了，不要再株连他人。为了劝说支持他的大臣不要再彻查此案，朱常洛接着说：诸位已经看见，我们父子二人关系和睦，朝中议论纷纷，是要陷我于不孝之地。万历对太子的表现很是满意，连声问群臣：太子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在皇帝与太子的默契配合下，大臣们只好乖乖听话，尽快结案，将张叉处决。张叉的同伙太监庞宝、刘成也在刑讯过程中被杖毙于狱中，没有留下证据，其余人则判了流放。挺机一案不了了之，没有查获幕后主使，也没有所谓的真相。如果张叉是郑贵妃派来的，那我们似乎可以将其视为一场狗急跳墙式的阴谋。毕竟如果朱常洛平时行事有瑕疵，那么郑贵妃一党大可借机生事，弹劾太子，何至于如此兵行险招？可见朱常洛平日里的小心谨慎，不给有心人留下一点画饼。如果张叉是朱常洛安排的，那么这位太子的谋略心机就更加可怕了。经过挺机案，郑贵妃母子彻底被排除在皇位继承权之外。朱常洛还借着宽恕郑贵妃的机会，向整个朝廷的人都表现出了自己的仁和慈爱，可谓一箭双雕。只不过朱常洛似乎用尽了他一生只有一次的高光时刻。在挺机案的5年后，即万历48年的8、9月，发生了晚明3大疑案的第2案——红丸案。朱常洛在长期压抑下当了那么多年太子，熬到这一年，万历病逝，他终于即位为帝，没想到却成了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从朱常洛登基到驾崩，只有1个月的时间，他连自己的年号太昌都没来得及用上。依照惯例，新君即位要到4年才能改换年号。当年8月即位后，沉溺女色的朱常洛身体一衰，到8月12日后甚至卧病不起。掌御药房的太监崔文生针对其病症，给他开了一副泻药。朱常洛服用后，一夜之间腹泻30-40次，整个人都虚脱了。朱常洛告诉众臣，说自己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动理，甚至想要安排后事。到了8月底，鸿胪寺丞李可灼说自己有个仙药要进献给皇帝，也许能救命。鸿胪寺主掌朝会、宾客、礼仪之事，不管医疗。李可灼不是专业医生，内阁首辅方从哲起初也不敢相信他。但朱常洛得知此事后，决定病急乱投医，豁出去试一试，让方从哲等人带李可灼入宫。李可灼献上的是一种红色药丸，这究竟是什么药？至今仍有争论。朱常洛刚服下此药后，效果显著，顿时神清气爽，还连夸李可灼是忠臣，赐予其银币，令他再进一丸。可到了第2天，即9月初1，天还未亮，太昌帝朱常洛却一命呜呼。神秘的红丸没有救回皇帝的生命，方从哲成了众矢之的。他本来就与郑贵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一些大臣认为，
红丸案就是挺击案的延续。更何况，进献红丸的李可灼是方从哲带进宫的，给皇帝开泻药的崔文胜，原先还是郑贵妃宫中的内侍。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方从哲。当时方从哲作为阁臣已有7年多，先后辅佐万历、太昌、天启3朝，被一些史书认为是这党大佬。更巧合的是，晚明3大案全都发生在他为内阁首辅期间，他最后会被迫退休，正是因为在后2案中处置不当，难逃失职之罪。朱常洛吃药死后，方从哲生怕摊上事儿，更怕被添上弑君之罪，于是为李可灼与崔文生辩护，声称这不是一起医疗事故，可还是难以平息众怒。红丸案愈演愈烈，以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为首的大臣上书，要求诛杀李可灼，还指责方从哲与奸党狼狈为奸。上书弹劾方从哲的这几个人都是东林党人。红丸案一时难解，最后有几位阁臣出马，才压住了众议。方从哲也暂时保住官帽。给皇帝看病的2个蒙古大夫受到了处分，李可灼被判处流徙，崔文生被贬到南京安置。方从哲才想舒口气。晚明3大案的最后一案爆发了。明宫中停放着3口棺材未葬，先是万历皇帝，再是万历皇后王氏，现在又多了朱常洛的一口棺材。朱常洛生前宠爱的李选侍是一个不亚郑贵妃的野心家，他随朱常洛入居皇帝所在的乾清宫。如今朱常洛死了，他还霸占着不愿离去，企图以养母身份控制储君朱由校，因此与朝臣起了争执。明朝后宫中有严格的等级划分，选侍就是个龙套角色，可这位李选侍给自己强行加戏，朱由校的生母王选侍便是被他欺凌致死，还与郑贵妃有些勾结。朝中大臣曾说他是郑氏党人。朱常洛刚即位时，李选侍难掩执掌后宫的野心。朱常洛吃了红丸丧命后，李选侍什么也没捞着，坚持赖在乾清宫是他最后的倔强。当以东林党为首的大臣们赶到乾清宫外迎立新君时，守门太监听从李选侍命令，手持刀棍强行阻拦。大臣们在宫门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唯有东林党人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忍无可忍，上前呵斥。杨涟气场强大，骂得太监们一愣一愣的，只好放重臣入宫。李选侍仍不愿妥协，将朱由校藏在乾清宫暖阁中。最后还是与东林党交好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劝服了李选侍，储君才被群臣接去登基。为了打倒李选侍，众臣上书各显神通。东林党人左光斗的批评尤为尖锐，说李选侍是在效仿武则天，要勾引朱由校，以达到当皇后的目的。几番交锋之后，李选侍知道自己确实不是那帮文臣的对手，只好放弃抵抗，黯然离开乾清宫，徒步走到专供妃嫔养老的远銮宫。方从哲在红丸案与移宫案中表现得里外不是人，自然难辞其咎，事后只好辞职回家。方从哲走了，党争并未就此平息，齐楚浙等党在天启朝找到了新的依附对象，与东林党继续缠斗。之后几年，党争让3大案更加错综复杂，朝中各派也将3大案当成了打压异己的工具。明光宗朱常洛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了38年朝不保夕的皇长子和太子生涯，即位不足1月便离奇去世。然而他给大明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创纪录的在位时间，也不只是围绕他发生的诸多疑案。翻开史书，我们惊奇地发现他在这短短1月时间里干了不少好事，比如废除令全国上下民怨沸腾的矿税，还有犒赏边防。众所周知，到了明朝中后期，明军被拖欠工资是常态，而朱常洛亲自从私人金库中拿出银两犒赏边防将士，重建辽东铁骑，一度改善了战争局面。最后他还重新启用因言获罪的大臣，并召回在万历朝因为上书言事而被罢免的官员。只可惜上天只给了他不到1个月的时间，